雷师伯，你定知道当年尹代抢功一事，你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？说了又如何？那么多人看在眼里，谁又说了句公道话？可以我娘那性子，她怎能忍得了啊？你娘起初是很生气，但后来细想，你姑姑当时身受重伤，本就不愿意被打扰。况且，我娘一早就料到魔教会来寻仇。聂恒成虽被诛杀，但他的弟子一个个凶残强横。尹代顶了这个大英雄之名，自然也要承受魔教的报复。那当年四季门遭魔教血洗，就是因为这事儿。不错，杨仪在那次血洗中死于非命，只剩下杨鹤影一根独苗，杨家也自此凋零。诸事万般，无非自食其果罢了。这世间因果循环，报应屡试不爽。师傅，昭昭，雷师兄，给你疗伤的药刚刚熬好，昭昭，端给你师傅。好。有劳师兄。师傅，云柯，你打算把邱师兄葬在哪里？我们毕竟是师兄弟一场，我想，还是把他葬入清界宗的宗祠内吧。尹家的宗祠？师傅，我看邱师伯宁死也不愿回头，或许他不愿入宗祠吧。昭昭说的有理，那我再寻他地吧。对了，昭昭，那日你与那贼寇交手，可看清他的样貌？从头到脚，严严实实。但是我觉着他气度不凡。气度不凡。这弦叶竟有这般奇效，我再去为师兄取下来吧。不用了，雷师伯说弦叶虽可温脉，但也只能恢复至此，再多也无用。小师妹，怎么你一下山，千雪深就愿意将弦叶交给你了？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嘛。然后他就毒发身亡了。魔教贼人早就在他身上落了毒，等我去时已经迟了。可叹呀，这世上再无千雪深。那常兄弟呢？可在山下遇到？可曾帮手？没有，没见着，也没帮手，谁知道他去哪儿？小师妹，你真的没去极地大雪山？我当然没去了，这大雪山远在千里之外，这半个月我岂能来回啊？如今危机已除，三师兄还是安心养伤吧。那个可以治幽冥寒气的宝物，我问过我娘了，她记不太清了，说须得再找找姑姑留下来的手札信件。我娘和我外祖父对不住了因果，你们却还愿意这样帮我，师兄感激不尽。师兄要是真的觉得对不住的话，不如把广天门的几个宝贝挑出来送我几样。但凡广天门和师兄有的，师妹尽可取之。那我就谢过三师兄了。那这些银子够你开好几家金丝甲铺面了。哪儿来的啊？小师妹你发达了。三师兄是我的仇力，弦叶很贵的。那有了弦叶，是不是宋师兄的修为就能恢复了？虽没完全恢复，但好转了一些。若想要根治，还得寻个疗伤的宝贝。哎，天妒英才啊！师伯说长兄弟的毒伤也未根除，也需要解毒的良药。
别怪翠芬为毒伤未愈，打不过他。你们在万载温泉中泡了许久，外伤已好，只剩公子一处毒科难除，还需静养。蔡师姐，那日你在沐微宫指认常师兄是魔教奸细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假的了，我们做戏呢，不然如何声东击西，拆穿一身大法，指出奸计呢？哦，我就说嘛，常兄弟演技可真好，那反应我以为真位最前头了呢。哎，那常师兄人现在何处啊？谁知道呢，指不定躲哪儿潇洒呢。现在伤好了，估计在哪儿发财吧。反正他也不愿意待在清月宗啊。那之前不是还要誓死报仇吗？人心善变，此一时，非彼一时。穆青燕，你还活着？区区五毒长之伤，有何难解？回去告诉孽者，穆氏少君已归，势必要拿回穆家的一切。绿兮一兮，绿衣黄鹂，心之有意，何为情意？你素来心思细密，行事稳重，此次倾覆清阙宗的连环妙计，怎会失手？原本尽在属下的掌握之中，岂料蔡平书的侄女竟能取得一身大法的禁药，故功败垂成。蔡平书的侄女，她武功如何？颇有蔡平书当年之风采。未曾想蔡平书竟然留有一余孽，继续祸害我离教。教主。教主，你可知你的好儿子回来了？不可能。他不仅回来了，我命你所下之毒也是痊愈。不可能，教主你要相信我，这毒根本无解。那个人就算勉强续命，也断然活不了太久。我当然相信你，不过这也太巧了吧？早不回，晚不回，偏偏军师失利，他便出现了。常家堡的常宁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我们要找的东西一点线索都没有？常宁下山之后踪迹全无，属下
也派人四处查访，一定要找出那东西。属下明白。该想想怎么对付穆青燕了。护法长老，你怎么看？教主放心，他来必死。有你和军师，我自然放心。蔡平书的侄女，竟有这般胆略。是我一时大意，中了七云柯的火龙掌。早知如此，我该与你同去。你若不留在极乐宫，我在外面又怎会安心呢？穆青燕此番归来，武力似乎更胜从前，也不知修了什么神功秘籍。另则，启农的令牌竟落入蔡平书的侄女之手，我怕启农和天机长老已然身死。如今内忧外患，多事之秋，你我切不可疏忽大意。三师兄，我娘回信了。这宝物名叫紫玉金葵，是我姑姑的好友从魔教宝库中盗出来的。在治疗完石家兄弟的幽冥寒气后，便不知所踪了。所以，仍是没有下落。我猜呢，是又回到魔教宝库了。师妹如何知晓？我姑姑行事光明磊落，即便是魔教宝物，她也不会据为己有。我猜她用完紫玉金葵后，便完璧归赵了。蔡女侠的确是这样的人。不如我们直接去魔教宝库，把紫玉金葵掏出来得了。现在魔教正值大乱之际，没这么简单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与师妹正在商议要事。有什么要事需要贴着脸商议的？师姐，你别说话，我又没问你。现在不方便说。对我也不方便，对他就方便了。师姐，其实这是不必同的解释。麒麟波，你前几日才对我说的话，今天便就忘了吗？玉芝哥哥，你是不是嫌弃我愚笨，武功不好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你凡事都找他商议？还是你对他根本就……师妹，你多心了。我没多心，我才是你最亲近的人。可如今你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多说。那个，打扰一下二位，我先告辞了。蔡昭，你给我站住！蔡昭，你给我站住！蔡昭！哎呀，爹，一昭，流血了。儿子，你之前不是最不喜这些金银俗物的吗？怎么这次差人送来这些啊？小师妹喜欢，比起雅致之物，她似乎更喜金银。你这些是送给昭昭的？你喜欢他？赠她金银，是为答谢她帮我寻药。我尚有婚约在身，父亲慎言，莫要影响小师妹名声。儿子，你听爹说啊，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啊。缘分这种事儿，你一定得好好把握。说实话，你跟凌波这婚约是你娘和你师母自作主张决定的，爹一直觉得不妥。正巧，你师母约我明日喝茶议事，爹正好帮你把婚退了呀。啊，爹，婚约并非儿戏，即便
我对凌波并无男女之情，也需先禀明师傅。况且，宗门风波初定，又有邱前辈之事在前，若是此时退婚，人人只当是凌波嫌弃我受伤无用，落井下石，往后该让凌波如何自处？哎呀，儿子呀，你总是这样瞻前顾后，也不怕昭昭跑了呀？我还要练功调息，不送。你，你这鱼长大了不少，再喂点。哎，你看那个。听说玉芝送了不少财物给昭昭，姐夫可知道？昭昭送来的咸叶，那当真是好东西啊！玉芝用它入药，体内的寒气去除了不少，如此大功，便是送再多的宝贝，那也是应当的呀。昭昭这次确实立了大功。哎呀，想当年评书的风姿已惊为天人，未曾想他的侄女也这般出息，小小年纪，遇事不慌，有勇有谋，可堪大任。这蔡家把女儿养得可真好啊！玉芝此次亦有大将之风，若非他沉着应对，恐怕还会节外生枝。姐夫，喝茶。哎呀，玉芝自是有我当年的风采呀。哎呀，只可恨这幽冥寒气。等我下了山，就算踏破铁鞋，散尽千金，也要再为他寻些灵药来。姐夫要下山？是啊，门中事多庞杂，都由秀芝一人担着，我也放心不下呀。姐夫既要下山，不如趁这2日，就把凌波和玉芝的婚期定了吧，也方便日后凌波照顾玉芝。这个不急啊，不急。等玉芝伤好了再说吧。若他的伤一直不好呢？玉芝还年少，1年2年，最多3年5年，总会痊愈的嘛。这婚事啊，到时候再看吧。我看看。哎呀，小姐呀，这种粗活，你差下人去做就行了，无需亲自为之啊！不行，这是玉芝哥哥贴身之物，怎能假手于人？天要凉了，我要赶紧给玉芝哥哥做好。你不必为他那么上心了。玉芝哥哥是我的未婚夫婿，我不上心谁上心啊？可若他心里没有你呢？玉芝哥哥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心里怎会没我？只是最近他受伤，心情不好，是比以前疏远些。可终归，我们是有婚约的。婚约是长辈们定下的，并非不可取消。娘，当时婚约是你与姨母一起定下的，姨母过世前一再叮嘱，此婚约必履，岂能出尔反尔？当日是为娘考虑不周，你姨母走得又仓促，这才草率定下。玉芝，你最清楚不过，她从小唯爱羞舞，性子又淡，与你并不亲近。所以，娘让我性格收敛，与玉芝哥哥多亲近。玉芝哥哥受伤之后，我也体贴关心，殷勤备至，这些我都做了呀。可你百般示好，他有曾对你温柔半点？娘是不忍心再看你受委屈，往后与他疏远些吧。我没事，我不觉得委屈。很快，玉芝哥哥的伤就会好了，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别再自欺欺人了，他中的毒是幽冥寒气，
痊愈之机可谓渺茫，怕是再也无缘宗主之位。而你是宗主之女，若夫婿没有能力爱你护你，来日你如何坐稳宗主夫人之位？那娘的意思呢？让我跟娘一样，因为未婚夫婿功力不足，转而攀附他人吗？胡说！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我们尹家在宗门内经营数代，难道眼看着宗主夫人之位白白落在别人手里不成？娘别闹了！娘当我是什么？维系尹家权势的木偶？住口！你怎敢指摘为娘？我从前练功偷懒，娘非但不嘱咐我向上修行，还告诉我那些武功高强的女子下场不好的故事。可现在，我是真心羡慕蔡昭。宗门危难之时，他孤勇无畏，可以力挽狂澜，他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他不用别人爱他护他，他自己可以护自己。小姐，夫人就是担心你啊。他到底是担心我，还是他心底里瞧不起我呀？就跟从前外祖父一样，觉得女子当不了宗主，一味的去招强婿，直到遇见了蔡平叔，才发现女子也可以气经天下，英勇无畏，所向披靡。于是娘与姨母心生芥蒂，处处为难蔡家，甚至拿蔡平叔的惨死来告诫我，想让我走与你们一样攀附他人之路。蔡平叔有什么好？他年纪轻轻就死了，能像蔡平叔那样轰轰烈烈死也行，早死也值了。天宝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都是外祖父的一己私心，才会造成这么多惨事祸端。为了尹家的权势，为了宗主夫人的位置，你们还要牺牲多少人啊？师妹，小姐，师母，大郎怎么来了？听闻之前你中了魔贼的乱魄针，怎的也不知道多休息些时日呢？多谢师母关怀，弟子已经好些了。师父命我前来，将这个归还给你。清水湾。既然来了，就过来拜拜吧。为何让大楼送回清水湾，你却不来？那日之后，你对我一直避而不见，难道是在介怀我与邱师兄之事？他化身那段时间，我们并没有……我知道你们俩并没有越矩，那你又是为何？邱师兄对我爹误会甚深，他判处师门已久。一面之词不可全信。夫人，邱仁杰就算对不起天下人，也不会对不起你。他要真有心欺辱你的话，就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将你拒之门外。他要真是奸细，就算装，也会装着与你亲近一二。可他为了保全你的名声，
死活不肯与你接近，这才让玉芝看出了破绽。更别说那枚清碎丸了。你是在怪我，将清碎丸留了这么多年？那你年年去往洛阴国，日日捏一个病榻上的女人，又算什么？算了。今日坛主生辰，定然高朋满座，热闹非凡。承蒙诸位大驾光。人呢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不好了，坛主！外界传言你与穆青燕勾结，同年义父裘长老一样，一同谋反。大家为了避嫌，都不敢来了。什么？我？谋反？这不是冤枉我吗？这简直就比6月的飞雪还要冤啊！13，拿纸墨来。是。这写给教主的陈情自辩书，应当得有点诚意。13，给我看看你修长的手。坛主，你要干嘛？龙禀教主。关岳自入离教以来，为之孽事，从不知目视。关岳对教主是一片赤胆忠心。尤坛主生辰，怎得如此冷清啊？军师亲临啊！我青龙潭蓬荜生辉，听闻军师以鬼神莫测之力，搅得那北辰6派是上下离心，夫妻离异，实乃功在千秋之举。我关岳何德何能，能让军师亲自道贺？我都感动哭了。李毅，教主听闻坛主生辰。特命人在宝库之中找出当年裘长老之鹰枪，以作贺礼。尤坛主莫要多想，教主之意是，这裘长老的位置，迟早是尤坛主你的。青龙潭是镇守我离教的第一道关口，往后还要多多仰仗坛主才是。那我就多谢教主，多谢军师。我的这位部下李毅，素来仰慕坛主之文韬武略，今日我就做个顺水人情，让他留在坛主，跟坛主好好请教一番。望坛主多多提点。尤坛主不愿意，我们走吧。有李兄的帮助，我青龙潭定是如虎添翼。
尤某一定不负军师和教主重托。什么玩意儿？显教，分明就是派来监视我。义父，您怎么来了？奶奶的！哪个王八小人要害我啊？义父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怪我。哎呀！谁敢打我？义父，你不要害我啊！你大人有大量。义父，我知道你死得冤，但我在离郊也不好过的。我每日危机四伏，如履薄冰。你徒儿今年都21岁了，还没娶到媳妇，你连个徒孙都没有。你要是把我弄死了，以后可就没人祭拜你了。义父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给你磕头。乱臣贼子，都滚！王八蛋，去死吧！